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不爱凑热闹，朋友圈几个月不更新，逢年过节宁可一个人喝茶看书，也不愿走亲访友。请你一定要看完这篇文章，如果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那更请你坐稳了。因为在古人的因果逻辑里，这种骨子里的不合群绝不是性格缺陷，更不是偶然，它背后藏着一个极其惊人的真相。你可能正在背负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特殊业力。佛经里早就说过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。大多数人以为孤独是惩罚，是福报不够的表现，但真相往往反过来，那些注定独行的人，其实是灵魂在这一世主动设下的一场断舍离。那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保护，是为了完成某项尚未了结的宏大的因果清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在人群里待久了会莫名心累？为什么你总觉得周围的喧嚣和你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？你以为你是在逃避社交，其实你是在潜意识里躲避那些会让你重蹈覆辙的恶缘。在古人的智慧里，有一种修行者叫独觉，他们不靠任何人教导，仅仅通过观察花开花落、缘聚缘散，就能在孤独中悟透宇宙的真相。这种力量从来不是来自群体的狂欢，而是来自极致的寂静。有一种因果叫缘尽则散，当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享受独处，甚至在独处中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和自在，那其实是你的因果正在对你进行一场大清洗。你不再需要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活着，你正在亲手剪断那些无意义的拉扯你轮回的虚假缘分。这种毒不是业障，而是福报，就像手术室必须无菌一样，一个要深度觉醒的灵魂也必须有一段无菌的独行时光。如果你正因为自己的不合群而怀疑自己，请停下来，那恰恰是你解脱的开始。为了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这背后的因果逻辑，我给你讲一个真实发生在因果轮回中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善柱的人，他出生在一个富可敌国的商贾之家，从小锦衣玉食，身边从不缺人。他父亲是当地最大的商人，家里门庭若市，每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。善柱长得一表人才，又能言善道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围着他转。他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，被人喜欢，被人需要，被人捧在手心。可是每当夜深人静，善柱躺在床上，看着屋顶那盏孤零零的油灯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空洞。那种空洞就像一间堆满金银珠宝却没有窗户的房子。他发现那些白天对他点头哈腰的人，背地里都在算计怎么从他家捞到好处。那些对他甜言蜜语的姑娘，不过是看上了他家的财富。他活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，演着一个叫成功人士的角色，却从来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。有一天，善柱去城外散心，遇到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正坐在一棵树下打坐，身边没有一个人。善柱好奇地问：老师傅，你一个人不孤单吗？老和尚睁开眼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年轻人，你觉得你身边那么多人，你就不孤单吗？善柱愣住了。老和尚接着说：众生皆以因缘相聚，以业力相缠。你以为那些人是你的人脉，其实他们是你的债主。你今天欠他们一顿饭，明天欠他们一个人情，后天欠他们一份利益，你来我往，生生世世，永远扯不清。善柱听了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那天晚上，善柱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身上缠满了金色的丝线，每一根线的另一头都连着一个他认识的人。那些人用力拉扯，他就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拽来拽去。他想挣断那些线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。他猛然惊醒，浑身冷汗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对身边的一切产生了深深的厌倦。善柱死的时候只有40岁，临死前，他把所有家产都散给了穷人，只留下一个要求：把他葬在城外那棵老树下，不要任何人来送葬。当他的灵魂离开身体的那一刻，他看见那些曾经围着他转的人，不到半天就开始争抢他的遗产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善柱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凉。他在心里默默发了一个愿：如果人间的热闹不过是一场利益的交换，那我宁愿生生世世做个无人问津的人。愿我来生孤独如山泉，不为任何人起波澜。
这一念就这样刻进了英国的轮盘。第二世，善助转生为一个叫莫言的穷书生。这一世，他天生带着一种奇怪的透明感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别人都会不自觉地忽略他。在学堂里，他明明坐在最前面，先生却总是跳过他提问。在朋友聚会上，他刚开口说话，周围的人就像没听见一样，继续聊他们自己的。他试过大声说话，试过刻意讨好，甚至试过故意捣乱，但换来的只有更尴尬的冷场。莫言痛苦极了，他想不通，为什么上一世那么受欢迎，这一世却像个透明人？为什么他明明付出了真心，却永远得不到回应？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，才遭到这样的报应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一家旧书摊上翻到一本破旧的佛经，上面写着：众生以爱欲牵缠，如蚕作茧，智者以孤独为刃，劈开尘网。他捧着那本书站在街头，突然泪流满面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一世的被忽略不是惩罚，而是保护。因为没有人打扰，他才有大把的时间读书；因为没有人吹捧，他才能看清人性的真相。那些年，他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经典，他的心境越来越清澈，越来越安定。他意识到，这种隔离其实是因果给他的一份厚礼。别人修10年，他1年就能抵得上。就在他以为自己会这样平静地过完一生时，一个人出现了。那是一个叫红药的女人。红药美得让人移不开眼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是唯一一个看见莫言的人。她不仅能听见他说话，还能读懂他眼底的孤独。她对莫言说：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起来？人生这么短，如果没有爱，没有热闹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莫言的心被狠狠触动了，他太久没有被这样关注过了。他开始为了红药走出书房，开始陪他参加各种应酬，开始重新挤进那个他曾经厌倦的圈子。可是因果从来不会出错，每次莫言违心的陪笑、陪酒、陪聊，他的胸口就会隐隐作痛。每次深夜从喧嚣中回到家，他都会感到一种比孤独更可怕的空虚，那是一种灵魂被掏空的感觉。他的眼神变得浑浊，他的思维不再敏锐，他甚至开始忘记自己曾经读过的那些书。直到有一天，红药为了帮自己的家族摆平义庄生意上的麻烦，毫不犹豫地把莫言推出去当了替罪羊。莫言被抓进大牢，罪名是伪造文书。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他看着铁窗外的月光，突然笑了。他笑的不是红药的背叛，而是自己的愚蠢。他终于看清了，红药不是来爱他的，他是来讨债的。如果这一世他没有那种被忽略的体质，他早就被无数个像红药这样的人拖进了无底深渊。那份让他痛苦了半辈子的孤独，其实是佛菩萨给他建的一堵防火墙。那天夜里，莫言在牢房里盘腿而坐，第一次真正的闭上了对外追逐的眼睛，把所有的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内心。他听见虚空中有一个声音说：你求合群就是求生互害，你守孤独才是守住灵根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感觉身上的锁链哗啦一声掉了下来，不是狱卒放了他，而是他的心彻底走出了那座名为人际关系的牢笼。莫言最后在牢里圆寂了，他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。然后就是这一世，莫言的灵魂再次转生。这一世的他，可能就是荧幕前的你，或者你身边那个总是安安静静的人。这一世的他，条件其实不错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但他从小就有一种怪病，害怕太热情的人和太吵的地方。过年亲戚聚会，大家都推杯换盏，高声谈笑，他却只想躲进房间里看书。公司团建，同事们兴高采烈地讨论去哪里玩，他却觉得那是一场巨大的能量消耗。他待人很有礼貌，但总给人一种淡淡的距离感。别人说他高冷，说他孤僻，说他不懂人情世故。他也曾经逼自己去参加各种社交，逼自己加入各种群聊，逼自己在饭桌上笑得很大声。可是每次回到家，关上门的那一刻，他感受到的不是满足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有问题。他去看过心理医生，医生说他只是性格内向，建议他多走出去。他去参加过各种社交培训，学了各种破冰技巧，可每次用起来都觉得像在演戏。
他觉得自己像个异类，像个被世界抛弃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路过一座小庙，无意中走进去，庙里有一尊佛像，是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行的像，瘦骨嶙峋，独自一人在风雪中静坐。他看着那尊像，突然毫无征兆地流下眼泪，那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久别重逢的熟悉感。他仿佛听见有人在耳边说：“你终于来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和尚走到他身边，递给他一杯热茶。老和尚开口第一句话就镇住了他：“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？”他猛地抬起头，老和尚笑了笑，指着院子里那棵独自挺立的老松树说：“你这一世的孤独，是你自己在前世佛前许下的愿。你曾发愿说，若能看透人情的虚妄，愿以3世孤寂换1世觉醒。你现在的不合群不是病，是你的灵魂在保护你。”老和尚告诉他，这世上大多数的合群本质上都是共业的纠缠，大家聚在一起吃喝玩乐，聊八卦，拉关系，看似热闹，其实是在互相交换业力。你听别人抱怨，你就种下了负面的种子；你附和别人的是非，你就造下了口业。推杯换盏之间，因果的绳子越缠越紧，而那些注定要提前毕业的灵魂，会被因果赋予一种叫孤独的特权。这个特权让你在面对诱惑时总是慢半拍，让你在听到虚伪的赞美时总能瞬间清醒。它不是让你受苦，而是让你避开那些不必要的因果。老和尚最后说，别再逼自己去合群了，你的路不在横向的社交里，而在纵向的觉醒中。当你不再害怕孤独，当你在这份安静里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，你就会发现你从来没有孤单过，你只是不再和那些低频率的东西共振了。那一刻，他站在庙门口，看着街上人来人往，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一世的孤独是他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故事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来聊聊这里面更深的东西。为什么在佛法的智慧里，孤独不是缺陷，而是一种高级的因果防御系统？第一，你要知道合群不一定是福报。很多人觉得朋友多、饭局多、人脉广才是人生赢家，但佛法告诉我们，那往往是业力的纠缠。你想想，当你身处一个嘈杂的社交场合，你的心是安定的还是散乱的？阿含经里说得很清楚，众生因为爱和取而轮回。你每认识一个人，每加入一个圈子，其实都是在你因果的网里多打了一个结。你今天听朋友抱怨老板，你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嗔恨的种子。明天你为了融入圈子而违心的夸别人，你的口业就又中了1分。你以为你在积累人脉，其实你在积累业力。而那些天生不爱社交的人，其实是过去生中已经累积了足够的出离心。这种出离心在这一世变成了一种本能的疏离感，不是他不想合群，是他的灵魂在自动避开那些无意义的纠缠。这在佛学里叫清净业力的显现。每一次你拒绝一场无聊的饭局，每一次你推掉一次虚伪的应酬，你都应该恭喜自己，你刚刚避免了一次潜在的业力消耗。你就像在因果的账本上主动按下了暂停键，不再增加新的糊涂账。第二，你要分清孤单和孤独。孤单是身边没人，孤独是心里没人。但佛法里还有一种状态叫独处，那不是物理上的一个人，而是心不随境转。那些独来独往的人，往往拥有更强的定力，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没有外界回馈的日子，他们不需要靠别人的点赞、夸奖、陪伴来确认自己活着。这一点其实已经切断了轮回中最粗的一根绳索。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为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活。为了合群，我们戴上面具；为了不被孤立，我们委曲求全。这种向外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内耗。而独行的人被迫或主动地把目光收回了内心，这股回流的能量在修行中极其珍贵。它意味着你开始从向外攀援转向向内关照。如果你现在正因为孤独而痛苦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去观察你的孤独。你会发现，让你痛苦的其实不是孤独本身，而是你脑子里那个如果不合群就会被淘汰的恐惧。那个恐惧是假的，是社会灌输给你的。当你放下它，你的孤独就会瞬间变成一种自在。第三，人脉不等于钱脉，孤独反而是在帮你守福。很多人拼了命的社交，
以为认识的人越多，机会就越多。但从因果的角度看，如果你的福报不够，你攀附来的每一个贵人，最后都可能变成你的债主。你见过多少人是因为好朋友介绍的投资专案而血本无归？又有多少人是因为哥们义气而卷进是非官司？那些独行的人看似失去了很多机会，实际上他们避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因果陷阱。你的孤独本质上是因果在帮你省钱，帮你守福。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，你把能量撒给100个点头之交，你的生命力就像水倒在沙地上，很快就干了。但你把能量收回来，聚在自己身上，那就是定。有了定才能生慧。你看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，那些在各自领域做出大成就的人，哪个不是耐得住寂寞的？他们不是不需要社交，而是他们知道低品质的社交不如高品质的独处。第四，孤独是最好的我值粉碎机。在人群里，我们很容易迷失在别人眼中的我这个幻觉里。我们要维护人设，要比别人强，要争面子，这个我越大，业力就越重。但在孤独中，当你一个人面对那面叫寂静的镜子，所有的面具都没有意义了，你不得不面对最真实的自己，那个有缺点、有恐惧也有无限可能的自己。这个过程虽然不好受，但它是破除我执最快的路。你越是独行，你离真相就越近。当你不再靠外界来定义自己，你就在因果的锁链上解开了一个最关键的扣子。第五，也是最后最震撼的一个真相，那些注定独行的人其实拥有一种因果豁免权。如果你发现这一辈子无论你怎么努力都融不进任何一个圈子，如果你发现每当你想要依赖某个人，命运总会让你落单，那么请你坐稳了。这意味着你这一世的使命根本不是来社交的，你是来了结的。我们之所以害怕孤独，是因为我们心里还藏着一种幻觉，觉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、一个团体能彻底消除我们的孤独。但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说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，本质上都是你因果投射出来的影子。你执着于合群，其实就是执着于这些影子，想从影子里找到温暖。而那些被因果隔离出来的人，其实是佛菩萨眼中的重点培养对象。因为你的灵魂已经足够成熟，成熟到可以承受真相，所以因果把你身边的杂音都撤走了，让你专心完成最后的功课。你想想，当一个人临死的时候，无论他这一生有多少朋友、多少亲人，最后那一刻他必须一个人走。那些一辈子活在热闹里的人，到了那一刻往往最恐惧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练习过和自己相处。而你因为长期独来独往，你早就提前练习了这门功课，你已经习惯了在没有外界回馈的情况下依然能安住自己的心。这份能力就是你解脱的钥匙。所以破除孤独痛苦的方法不是去找人陪，而是让自己成为陪伴本身。当你不再向外索取，而是向内安住，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事，你虽然一个人，却从未孤单。你和清风、明月、山川、河流和你自性里的那道光从来没有分开过。这种连接比任何酒局、任何聚会都要真实10000倍。如果你现在正拿着手机，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理解，请你挺直你的脊梁。你要知道，你的沉默是你跨越了多少世才修来的威仪，你的孤独是宇宙送给你的最尊贵的闭关房。不要去敲那些不属于你的门。当你真正安静下来，当你在这份寂静里找回自己的主权，你会发现自己原本就是这大千世界的主人。你现在的孤独只是为了让你在最终醒来的那一刻，能够无牵无挂地干干净净地走出这梦幻般的6道轮回。你不是被世界抛弃了，你是被因果特意挑选出来的，去走那条通往大自在的秘密捷径。我们这一生都活在一个巨大的集体幻觉里，大家拼命往人群里挤，像冬天的刺猬，想靠近取暖，却又被彼此的刺扎得遍体鳞伤。我们太怕落单，太怕被丢下，以至于弄丢了自己。那些独来独往的人，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清醒的过客。你的孤独不是病，而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因果预警，它在提醒你，
这一世，你的灵魂已经不再满足于那些低品质的喧嚣了。从今天起，请停止那场毫无意义的自我怀疑，不要再为了迎合别人而糟蹋自己的灵性，不要再为了填满空虚而消耗自己的福报。佛法里真正的合群，不是肉身扎堆，而是心性同频。当你能在自己的寂静里安住，当你能从一个人的独处中品出宇宙的慈悲，你就会发现你从未孤单。那一刻，清风是你的道友，明月是你的知音，万物都在你的心里。你不是在孤单地活着，你是在清醒地盛开。